美女厂长上任的第一天就扣了我10万块的年终奖，只因为我早上迟到了2分钟，厂长竟然就在全场大会上当众羞辱我。薛伟，技术部工程师，今天早上迟到2分钟，整整2分钟啊！他表现得十分生气，仿佛那2分钟是什么弥天大罪。根据厂里新颁布的劳动纪律规定，迟到1分钟扣100，迟到2分钟性质十分恶劣，因此我决定扣除薛伟本年度全部年终奖10万元，以儆效尤。这么多？要知道，这10万块是我应得的奖金，是我熬了大半年的通宵，攻克了无数个技术难关才换来的绩效，现在却因为迟到2分钟就全没了。可我坐在原位，内心毫无波澜。昨晚我为了攻克新型 A7 设备伺服电机的 K 系数补偿算法，一直查阅资料到凌晨4点。起床闹钟响的时候，我仍然还没有睡觉。不过对一个一心只想立威的掌权者解释，无异于对牛弹琴。他刚上任，摆明了是要拿我立威。身边的师兄王工，一个30多岁的本分工程师，急得满头大汗，悄悄对我说：“薛伟，快服个软，别跟钱过不去。”闻听此言，我却摇了摇头。不料我的沉默彻底激怒了台上的厂长，他觉得一个技术员，一个普通员工，竟敢挑战他的权威。随即他就对着话筒嘶吼道：“薛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对此我也没有反驳，他也很快察觉出自己这样影响不好，于是收起了嚣张轻蔑地和我说道：“薛伟，你对这个处罚结果还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上来签字确认。”他想看我哭着求放过，这样他今天立威的目的才算达到。在众人的注视下，我一步步走上高台，台阶不长，我却觉得走了很久，每走一步都在回忆这10年我对厂里的付出。我从厂长手中接过那张沉甸甸的处罚单，此时江厂长的脸上已经浮现出胜利者得意的冷笑，他以为我要屈服了。我握着钢笔，手没有一丝颤抖，在签名栏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我转身就走下台，所有人都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回到工位，我无视身后那些复杂的目光，打开电脑，戴上耳机，屏幕上立刻弹出了昨晚未完成的算法模型，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这时江七七的侄子江浩刚调到技术部，据说是来接替我位置的。他在我面前故意发出轻蔑的冷笑：“没了张屠夫还想吃带毛猪，装什么清高？”我虽然戴着耳机，却依然清楚地听见了他的嘲讽。可我没有回头，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下午5点整，我当即关掉电脑，整理好图纸放进抽屉锁好，整套流程没有半分拖沓。随即起身走向打卡机，在全车间诧异的目光里，第一个将手指按了上去，宣告我今天的工作结束。而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早上，我掐着上班时间冲进工厂大门，打卡机刚好显示8点，分毫不差。换上工装后，我走进了车间。以前我总提前半小时到岗，因为那台全场最金贵的德国进口设备 A7 需要提前半小时预热，并对几个核心参数进行微调，才能保证开机后的第一批产品达到最优良率。这是我师傅前任总工留下的习惯，我也一直守着这个规矩。但今天我决定让这份坚守见鬼去吧。我走到自己的工位坐下，从包里拿出保温杯，不慌不忙给自己泡了一杯枸杞红枣茶。车间主任李强看见我悠闲的样子，眉头只是皱了皱，也没说什么。他知道我的习惯，或许以为我早就调试好了。8点30分，开机铃响起，巨大的生产线如同沉睡的钢铁巨兽，缓缓苏醒，传送带滚动，机械臂挥舞，看起来和往常没两样。直到第一批产品从 A7 设备里出来，没曾响一声极其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骤然响彻了整个车间。紧接着 A7 的警报灯开始疯狂闪烁，李主任第一个冲了过去，拿起刚做好的产品一看，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全是瑕疵品，表面有划痕，这批料全废了。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投向我，我慢悠悠地走过去，瞥了一眼屏幕上跳动的故障代码，随后满脸无所谓地说道：“伺服电机扭矩过载，导致机械臂定位精度偏移。”薛伟，你早上没调试吗？李主任急了，声音里带着质问。我伸出手指着墙上的岗位操作手册，念道：“公司条例第3条。设备开机前检查与调试属正常工作任务，应在正式工作时间内进行。现在刚过8点半，属于正常工作时间。”说完，李主任被我噎得说不出话，一张脸憋成了猪肝色。他当然清楚规定是死的，但过去10年，我都是义务提前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习惯了我的付出，便把这当成了理所当然。我来看看。忽然一道声音响起，江浩挤了进来，脸上带着急于表现的兴奋。不就是个扭矩参数吗？我懂怎么弄。他推开旁边的操作员，坐到控制台前，噼里啪啦一顿操作。江七七不知道什么时候赶了过来，看到侄子自告奋勇，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狠狠瞪我一眼后，又开始出言嘲讽：“还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你看，没了你，地球照样转得好。”我不想和他争执，于是抱着保温杯退到一旁，静看江浩的表演。只见江浩把扭矩参数调高，警报声是停了，可机器运转的声音变得更加沉闷，仿佛在发出求救的哀嚎。江浩得意地站起来，向他咕咕邀功。江七七满意的点点头，拍了拍他：“不错，年轻人就是要敢于承担责任，不像某些人拿着高薪却只会推诿塞责。”
他的话意有所指，但我没理他，只是看着传送带上新出来的产品，划痕是没有了，但产品的边缘出现了一圈细微的毛刺，外行确实看不出来。可在质检的高精度仪器下，这批产品依然是废品。对此我并没有说破。下午，生产线上的一个核心压力传感器需要进行年度校准，这是个精细活，也是我最擅长的。过去这份工作都是我来做，凭借经验和手感，半小时就能搞定，而且精度远超标准。今天李主任又找到了我，想让我去检查下传感器。好的，没问题。我点点头，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传感器标准校准流程手册，翻开第一页，对着手册一步一步开始操作，连接线路，检查接地，打开校准软件，输入初始参数，每一个步骤我都做得一丝不苟，也慢得令人发指。王工在我旁边看着，急得直跺脚。薛伟，你平时不是这么干的。那个零点偏移，你用手摸一下外壳的温度，就能估个8、9不离10了。王师兄，手册上说要用测温仪记录3次读数，取平均值。我这也是按章办事。王工急得说不出话。2个小时后，当时钟指向5点，下班的铃声再次响起。我的校准工作还差最后一步，就能完成数据固定。薛工，再多待1分钟，就1分钟。对不起，李主任，到点下班了。手册规定，下班后不得操作任何精密仪器，以免发生安全事故。说完，我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中再次准时打卡下班。身后传来江七七压抑到极致的怒吼：“薛伟，你给我回来！薛伟，你给我回来！”我没回头，心里默念：江厂长，这只是开胃小菜，惊喜还在后面呢。晚上我刚到家，王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薛伟，你这样，江七七会给你穿小鞋的，你斗不过他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无所谓了，他已经把最大的鞋给我穿上了，我还怕什么？可是生产线怎么办？师傅一辈子的心血不能就这么毁了。提到师傅，我沉默片刻，再次开口：“师兄，有时候想要守护一样东西，得先让那些想毁掉它的人知道心疼。”说罢，我便挂掉了电话。不出所料，仅仅1个星期，车间的生产效率断崖式下跌了30%，废品率更是直线飙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车间里小毛病不断，警报声此起彼伏，其他几个工程师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他们能解决一些常规问题，可只要涉及到 A7 的核心系统，就都束手无策。江浩倒是很积极，哪里出问题就往哪里冲，结果往往是小问题被他搞成大问题，大问题被他搞成停机，整个车间怨声载道，但没人敢明说。江七七的脸一天比一天黑，终于他忍不住了，召开了一场全体技术人员的紧急会议。会议室气氛压抑，江七七坐在主位上，看看我们厂现在缩变成什么样子了！看看我们厂现在缩变成什么样子了！效率低下，废品堆积如山，我们厂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他目光如刀，从每个人脸上刮过。我知道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对厂里的新规定有意见，但是我告诉你们，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有铁的纪律。从今天起，我要求所有人发扬奉献精神，主动加班加点，把失去的产能给我追回来。他顿了顿，目光最终落在我身上。薛伟，作为厂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要起带头作用。他这是在将军，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我身上。我是高级工程师，没错，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根据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第44条明确规定，法定节假日加班不低于工资的300%，休息日加班应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不低于工资的200%。看着江七七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我继续说道：“请问江厂长，我们是按哪个标准执行？只要标准明确，我愿意带头。”你……江七七猛地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你眼里还有没有集体荣誉感？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你眼里还有没有集体荣誉感？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我眼里有劳动法，还有我们厂的厂规。厂规第1条，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既然迟到要重罚，那加班也应该有加班费。我这不叫谈条件，这叫讲规则。您不是最喜欢讲规则吗？江七七气得浑身发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说的合理合法。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我的硬刚惊呆了。王工对我竖了个大拇指，我成了全场的焦点。有人说我疯了，有人说我傻，也有的人佩服我的勇气，这些我都不在乎。当晚，生产线的核心传动轴开始出现严重的周期性抖动，这是大故障的前兆。一旦传动轴断裂，整条生产线都可能报废。当晚，生产线的核心传动轴开始出现严重的周期性抖动，这是大故障的前兆。一旦传动轴断裂，整条生产线都可能报废。江浩再次逞能，带着几个他新招来的心腹，信誓旦旦要去检修。深夜11点，我接到了王工的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薛伟，出大事了！江浩他们附近没找到问题，还把 A7 的运动补偿程序给误删了。”我闭着眼睛站在阳台上，轻轻地嗯了一声：“你快来啊，再不来生产线就真的完了。”
王宫几乎是在哀求：“师兄，现在是下班时间。”说完我就挂了电话。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门就被人一脚踹开，江七七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冲了进来，双眼赤红。薛伟，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薛伟，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生产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昨晚为什么不来？你存心报复的是不是？他的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只觉得好笑。我抬起眼，平静地看着他。厂长，我请问一下，我还有年终奖吗？他愣住了，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没有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加班？江七七的脸瞬间从紫红变成猪肝色，张大嘴死死瞪着我，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最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很好，薛伟，你有种！说完摔门而去。我看着他狼狈的背影，嘴角扬起笑意，这就受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这厂长的位置还能坐多久。这就受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这厂长的位置还能坐多久。等着看好戏吧。没过多久，我就被叫去了办公室。薛伟，我是你的领导，现在我命令你在3小时内写出一份完整的设备生产优化报告，要不然我就……他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了他。江厂长，我只是个技术工，你这个要求，身为技术工的我无法做到。你这个高级技术骨干是干啥吃的？给你2个选择，要么主动无偿加班，要么背负一个消极怠工的罪名。闻言，我只是冷笑了一声，还真是阴险，迟到2分钟，扣了我10万年终奖，现在还要给我泼脏水，真以为我是泥捏的不成？既然你要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不就是报告吗？我明天就写给你。懒得理他，我转身就走。懒得理他，我转身就走。隔天，我将2页纸的报告放在江七七的办公桌上。这就对了吗？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老板还没得意完，看到内容后，脸上的表情直接僵住。报告是关于当前生产线效率低下问题的核心分析。核心问题：长期维护不善，导致关键设备性能衰减。直接原因：近期多次非专业人员的违规操作，破坏了核心系统的稳定性。建议立即停用非专业人员接触核心设备，并对操作人员进行重新资格认证。每一条都精准抽在了老板的脸上。薛伟！江七七在办公室里咆哮着，将那份报告撕得粉碎。你这是报告吗？你这是在指责我！我警告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样消极怠工，我就以这个罪名正式开除你！我站在他对面，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下了播放键，里面是昨天和今天他2次在办公室里辱骂我、威胁我的录音。江厂长，我要是把这2份录音投诉到集团总部，或者拿去走劳动仲裁，你的下场可能会比我更惨。江七七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他看着我手里的手机，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了恐惧。他终于意识到，我不是一只温顺的绵羊，而是一只早就布好了陷阱，等着他自己跳进来的刺猬。江七七终于消停了几天，但他没有放弃。他通过集团总部的关系，以双倍的高薪，从隔壁市一家竞争对手那里挖来了一个所谓的技术专家，姓林，40多岁，一到厂里就摆出了救世主的架子。江七七把他奉为上宾，在车间里当着所有人的面隆重介绍，这位是林工，是省内有名的技术大咖，以后我们厂的技术问题就全交给林工负责了。他目光挑衅地扫过我，那意思很明显，薛伟，你被取代了。很多人都向我投来同情的眼神，只有王工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薛伟，这个姓林的我听说过，名声不太好，喜欢吹牛。我笑了笑，没事儿，让他吹。风大别闪了舌头。第2天上班铃声一响，林专家就直奔核心设备 A7，他围着机器转了几圈，指指点点，说的头头是道。德系设备在设计理念方面确实挺先进的，但控制逻辑太僵化，不符合我们国内的操作习惯。德系设备在设计理念方面确实挺先进的，但控制逻辑太僵化，不符合我们国内的操作习惯。旁边的人连忙接话，是啊，这几天设备老是出现问题，林专家你看能不能修复好？他闻言便坐到控制台前，试图进入后台系统，然后他愣住了，他看不懂我留下的部分代码注释，这些注释是我故意用的一种只有我和师傅才懂的专属写法，夹杂着一些我们师徒间的黑话和简写。林专家对着屏幕抓耳挠腮，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江浩在一旁想帮忙也插不上手，急得团团转。更要命的还在后面。下午，江七七的秘书拿着一封邮件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厂长，德国不是集团的催促邮件，他们问我们关于 XW 优化模块的最新运行数据，说这是他们决定是否追加订换的关键，让我们今天必须回复。说这是他们决定是否追加订换的关键，让我们今天必须回复。江七七火急火燎地把邮件拿给林专家看，他看着邮件里那个陌生的名词，一脸茫然。XW 是啥玩意儿？设备命名组里没有啊！江七七也懵了，他转向我厉声问道：薛伟，
这个 XW 模块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我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们。XW 是我薛伟名字的首字母，那个模块是我在原有基础上独立开发的一套功耗优化和精度补偿系统，专门为博士集团那批特殊产品定制开发的。哦，对了，我补充了一句，语气轻描淡写，却像一颗重磅炸弹。这个模块的软件著作权和技术专利全在我个人名下，我只是无偿授权工厂使用而已。整个办公室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江七七和林专家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精彩的像一出幽默剧。我看到江七七眼中的震惊、愤怒以及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惧。江厂长，现在你该知道厉害了吧？距离德国客户要求的最后交付期限只剩下3天，而那条千万级的生产线，在林专家和江浩几天的折腾下，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彻底趴窝了。今天早上，当操作员按下启动按钮时，所有设备的屏幕齐刷刷变成了一片红色，屏幕中央是一行硕大的白色代码，警告：核心授权代码丢失，系统将在5秒后自动关闭。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啊！我写的系统，你以为那么好破解吗？没错，这是我预留下的一道保险，是我在设计模块时就埋下的雷。一旦有人试图绕过正常接口，用暴力手段强行修改核心代码，这个锁定就会被触发，它会切断模块与整个生产线基础驱动程序的连接。林专家对着满屏错误代码冷汗嗔，束手无策。他所有的技术在真正的核心壁垒面前都成了笑话。江七七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咒骂着。他把林专家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又是许诺双倍奖金，又是威胁要他赔偿损失。门板很厚，但我依然能听到里面传出的激烈争吵和林专家色厉内荏的辩解。半小时后，办公室的门开了，江七七走了出来，脸色灰败，像是瞬间老了10岁。他走到我的工位前，这是风波之后，他第一次主动且低姿态地站在我面前。之前的事是我不对，我太冲动了。你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把生产线恢复？只要你让它动起来，年终奖我双倍补给你，20万够吗？他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以为我之前所有的反抗都只是为了钱。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写满焦虑和算计的脸，摇了摇头。江厂长，现在谈钱没意思。我站起身，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我只有一个要求，召开全场大会，就在你当初羞辱我的那个高台上，为你杀鸡儆猴，当众羞辱我的行为向我薛伟公开道歉，然后把那10万块年终奖补发给我，1分都不能少。江七七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对他这种把面子看得比天还大的人来说，公开道歉比杀了他还难受。他的拳头在身侧攥得咯咯作响。薛伟，你不要欺人太甚！是吗？当初你在台上当着几百人的面当众羞辱我，把我比作害群之马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他死死盯着我，眼神里的杀意几乎要化为实质。我们对视了足足1分钟，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他的面子。要我道歉？不可能！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转身就走。他决定孤注一掷，让江浩和林专家格式化仪器的控制系统重装基础程序。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把我的东西全部删掉，就能绕过那个核心授权丢失的锁定。王工偷偷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脸上全是绝望。薛伟，他们疯了，格式化那可就全完了，就连最基础的驱动都匹配不上了。薛伟，他们疯了，格式化那可就全完了，就连最基础的驱动都匹配不上了。我坐在椅子上，转动着手中的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师兄，由他们去吧。格式化系统不仅解除不了锁定，还会让这堆设备变成真正连厂家来了都未必能修好的废品。生产线彻底瘫痪的第3天，德国博士集团的首席代表克劳斯·费施奈德先生紧急从斯图加特飞抵中国，他带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江厂长，不好了，克劳斯先生说，如果今天之内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并展示出合格的产品，他们将单方面终止所有合作协议，并启动索赔程序。我们很可能要面临5000万的违约赔偿。什么？5000万？就算把我卖了也没这么多钱啊！江七七彻底崩溃了，他像一头困兽，在办公室里发了疯一样的砸东西。最后，他召集了工厂所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刚刚抵达的克劳斯先生一行人，在瘫痪的 A7 设备前开了一场现场审判会。我被叫到了现场，江七七指着我的鼻子，面目狰狞地咆哮着，将所有的罪名都扣在了我的头上。就是他，薛伟，恶意代工，携机要价，最终丧心病狂地破坏了整条生产线。是他毁了这个厂，是他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满是悲愤，演得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英雄。周围的同事有的低下了头，有的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王工站在人群后面，急得满脸通红，却不敢出声。克劳斯先生，一个50岁左右，身材高大，表情严谨的德国男人，只是沉默地看着，
眉头紧锁，没有说话。江七七的表演还在继续，只见他猛地一挥手，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薛伟，因为你恶意代工，给工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代表公司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工厂！”他冲着门口喊道：“保安，把他给我架出去！”2个保安快步跑了过来，一左一右就要来抓我。所有人都以为我完蛋了。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我却异常的平静，甚至还有闲心伸手整理了一下自己有些褶皱的衣领。就在保安粗糙的手即将碰到我胳膊的瞬间，那个一直沉默的德国客户代表克劳斯先生突然用一口流利到让人震惊的中文开口了。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像一把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他排开众人，径直向我走来，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步，湛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技术人员的尊重和探究。然后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中，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动作，对着我微微鞠躬，然后伸出了手。老师，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全场死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江七七的嘴巴能塞下一个鸡蛋，脸上的表情从狰狞的愤怒瞬间切换到了极致的错愕和呆滞。所有人的大脑都因为这句老师而陷入了宕机状态。克劳斯没有理会旁人，继续用那口流利的中文说道：“3年前，我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旁听过你的线上技术讲座，关于非线性控制系统在精密制造中的应用，你的见解让我受益匪浅。”说完，他再缓缓转向旁边已经石化的江七七，脸上的温和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德国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冷静。江厂长，我没听错的话，你刚刚说要开除 XW 优化模块以及这条生产线核心系统专利的唯一持有人。江七七的脸瞬间血色尽失，整个车间安静到能听到每个人狂乱的心跳声。江七七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雷劈中的雕像，身体僵硬，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大脑里那根名为常识的弦似乎被今天的反转给彻底崩断。然而克劳斯先生看都没再看他一眼，随即转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薛先生，我们博士集团之所以在众多供应商中最终选择了这家工厂，就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团队在调查中发现，这条生产线的核心系统内含了你的 XW 模块。他顿了顿，语气更加诚恳：“你的技术才是我们选择这里的唯一原因。我们相信，只有你才能完美实现我们对产品精度的苛刻要求。”这番话像一把无情的巨锤，将江七七最后的尊严和幻想砸得粉碎。他一直以为自己靠的是集团的关系，靠的是工厂背景，他从来不知道，他最引以为傲的订单，他用来向上爬的资本，仅仅是因为他最看不起、最想除掉的那个技术骨干。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调出早就准备好的专利证书电子版，递到克劳斯先生面前。白纸黑字，红色的印章，专利持有人一栏清清楚楚写着薛伟2个字。克劳斯点点头，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转向江七七，眼神冷得像冰。江厂长，现在我想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江七七的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他求助似的看向别人，但迎接他的是躲闪和鄙夷的目光。那个平日里仗着厂长是他姑姑，整天作威作福的江浩，此刻更是缩在人群最后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收回手机，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了江七七那张绝望的脸上。江厂长，你现在确定要开除我吗？瞧你这话说的，我怎么会开除你呢？之前的事都是误会。这样吧，只要你把生产线修复好，我立马奖励你50万。你打工1年也未必能挣这么多钱吧？江厂长，看来你还是拎不清现实。如果我想挣钱，别说1年50万，500万我也能轻轻松松搞到手，你信吗？如果我想挣钱，别说1年50万，500万我也能轻轻松松搞到手，你信吗？说大话谁不会？你现在还不是拿着死工资勉强养家糊口，在我面前装什么装？既然这样，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克劳斯先生，很抱歉，我可能帮不了你了。薛先生，你没必要和他谈，我个人可以代表德国博士集团答应你的任何要求。行，我可以和贵公司合作，但不是以这家工厂员工的身份，因为我刚刚已经被江厂长开除了。他算个屁，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厂长的位置撸下来。薛先生，只要你把生产线恢复，你来当这个厂长都没问题。想让我解决问题也可以，但我有3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这个人以及他的侄子江浩必须立刻马上从这个工厂消失，我不想再看到他们。第二，这家工厂的母公司必须就江厂长对我进行的公开羞辱和名誉诽谤，向我支付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向我支付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第三，我顿了顿，看着所有人震惊的表情，说出了最后一个条件。从现在开始，我以独立技术顾问的身份为恢复生产线提供技术支持。我的收费标准是按小时计费，1个小时1万，直到生产线验收合格为止。人群中爆发出倒吸冷气的声音。1个小时1万，你这是抢钱啊！江七七觉得我疯了，但这一次，所有人都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因为他们都明白，此刻的我
有这个资格开这个价。江七七听到这3个条件，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幸好他身后的李主任眼疾手快，扶住了他。克劳斯先生听完我的条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点头。薛先生，您的条件我个人完全同意，我立刻和你们集团的最高层联系。他拿出手机走到一旁，直接拨通了一个号码。我知道这场战争我赢了，赢得很彻底。克劳斯的电话直接打给了我们集团总部的最高执行官 CEO 陈总。不到5分钟，厂里那台最高权限的视频会议设备就被紧急启用。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50多岁、不怒自威的脸，陈总的表情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视频的另一端坐着克劳斯先生，而我被请到了会议桌的主位上。江七七则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面如死灰地站在墙角。克劳斯先生言简意赅地向陈总复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及博士集团的最终立场。陈总，要么满足薛伟先生的所有条件，立刻恢复生产，要么合作终止，我们法庭上见。屏幕那头的陈总沉默了很久，他那双锐利的眼睛透过屏幕落在我身上，审视了足足1分钟。我平静地与他对视，不卑不亢。我知道他在权衡利弊，一边是天价的违约金以及在行业内信誉的彻底崩盘，另一边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工程师的要求和一个他亲戚的面子。这道选择题对一个合格的商人来说一点都不难选。陈总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已经听不出怒气。我代表集团为江七七在管理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他站起身，对着屏幕里的我微微欠了欠身。你的3个条件我代表集团全部同意，100万赔偿金1个小时内会打到你的账户上。至于江七七，陈总的目光转向墙角的那个女人，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又厌恶。即刻起解除江七七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留职查看，等待后续处理。他的侄子江浩马上开除。保安，把他给我请出去。陈总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一直守在门外的2个保安立刻走了进来，一左一右架起已经瘫软如泥的江七七，拖了出去。江七七没有反抗，也没有求饶，他像一条被抽掉了脊梁骨的狗，任由别人拖着他走向他自己亲手挖掘的深渊。视频最后，陈总看着我，语气缓和了许多。薛工，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尽快让工厂恢复生产。厂里那么多员工，也要挣钱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放心，稍后我会亲自来厂里一趟，和你详谈。我点点头，可以。视频挂断，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用一种全新的、混杂着敬畏、恐惧和一丝崇拜的目光看着我。我站起身，走向门口，王工迎了上来，眼眶泛红，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只是对他笑了笑，然后迈步走出了办公室。我重新走回3车间，这一次我走过的路，人群自动向两边退开，每个人的眼神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再也没有人敢用同情或者看热闹的眼光看我。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凭一己之力就掀翻了整个工厂权力格局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凭一己之力就掀翻了整个工厂权力格局的人。我走到了那台冰冷的 A7 设备前，它依旧是满屏的红色，像一颗停止跳动的心脏。克劳斯先生、李主任、王工以及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围了上来，紧张地看着我。我输入了一长串复杂的授权码，这是解开核心授权的唯一钥匙，然后按下了回车键。屏幕上刺眼的红色瞬间褪去，变回了熟悉的蓝色操作界面。恢复了，系统恢复了。有人发出了惊喜的叫喊，但这只是第一步。我没有停下，开始调出系统日志，检查被江浩和林专家破坏的程序段落。我一边操作，一边有条不紊地发出一连串指令。王师兄，3号4伏电机驱动模块，帮我重置一下。李主任，让电工班组检查一下高压供电回路的稳定性。小林，你去把液压站的压力值降到 7.5 MPa。我的声音冷静而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和权威。整个车间都成了我的指挥部，从主任到普通工人都成了我精准运转的棋子。15分钟后，我输入最后一行补偿代码，然后再次按下了启动按钮。沉寂数日的生产线发出了一声沉稳而有力的轰鸣，重新苏醒了过来。车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那是对我的技术的最高赞誉。我靠在椅背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但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调起了 A7 设备核心传动轴的磨损数据，发现磨损率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这绝不是简单的操作失误造成的。我让王工带人将传动轴拆了下来。当那根沉重的金属轴承被吊装出来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上面布满了细微的金属疲劳裂纹。这怎么可能？王工一脸震惊。这根传动轴是德国原厂的，用的是最顶级的格弗纳合金钢，设计寿命是20年，现在才用了不到5年啊！我走到传动轴旁，用手电筒仔细照射着轴承的断面，然后让工人拿来了便携式光谱分析仪。几分钟后，屏幕上显示出的金属成分分析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测，这不是格弗纳合金钢。我的声音很冷，这是最普通的45号碳钢，表面镀了一层碳进行伪装，它的强度和耐磨性连原厂正品的1/10都不到。王工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偷梁换柱，这是在要我们全厂人的命啊！一旦这种劣质传动轴在高速运转中断裂，
飞出的碎片威力不亚于炮弹，足以将半个车间夷为平地。我立刻封存了现场，并将这份检测报告连同我从工厂采购系统中调出来的被篡改过的采购合同一起发给了克劳斯先生和集团 CEO 陈总。采购合同上有江七七和那个已经被吓跑的专家的联合签名，真的太过分了。他们为了吃高额的回扣，用廉价零件替换掉了德国原厂进口的昂贵核心部件，这才是生产线近期频繁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没错，证据确凿，江七七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失职了，这是商业欺诈，是危害生产安全罪。等待他的不仅是被开除，还有冰冷的铁窗。消息传回集团总部，陈总第二天就亲自从总部飞了过来，他没有带任何随从，一个人提着一个公文包，直接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将一份拟好的文件和一张50万的银行本票一起推到了我的面前。薛工，这是集团给你的赔偿，以及对江七七事件的处理结果通报。然后他又拿出了另一份更加厚重的文件，这是集团对你的新任命。我翻开文件，上面的头衔让我都有些意外，华东分公司副总经理，主管技术与生产，下面还附带了一份股权激励计划书。只要我签下这个合同，我将立刻从一个普通工程师一跃成为集团高管，并且拥有这家工厂3%的干股，年薪更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条件。陈总看着我，脸上带着志在必得的微笑。薛工，你是个技术天才，但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你需要一个平台来施展你的才华。集团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江七七那样的蠢货不配管理这家工厂，这家工厂应该由你这样的人来掌管。他的话充满了诱惑力，权力、地位、金钱，他把一个普通人奋斗一生都得不到的东西，一次性的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看着那份金光闪闪的合同，沉默了很久。陈总很有耐心，他相信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诱惑。陈总，谢谢您的好意。我将那份副总经理的任命书轻轻地推了回去，这个职位我不能接受。陈总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为什么？他很不解。你有什么顾虑吗？薪酬、股权，这些都可以再谈的。不，跟这些无关。我摇摇头，平静地说道。我是一个工程师，我的乐趣在于攻克技术难题，在于看着冰冷的代码变成高效运转的机器。我讨厌办公室官僚，也厌恶那些无效的沟通和没完没了的会议。让我去做管理，去平衡各种关系，那不是发挥我的价值，那是扼杀我的价值。我拿起另一份文件，是博士集团指定我为技术总监的附加条款。我可以接受集团终身技术顾问的职位，也可以为工厂解决任何技术难题，可以为集团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但我不会再坐进管理者的办公室。陈总定定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欣赏，也有一丝惋惜。最终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薛伟，我尊重你的选择，你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技术人。他收回了任命书。1周后，我召集了全场员工大会，还是那个高台，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但这一次我站在台上，他们站在台下。我看着台下那些曾经的工友，看着他们眼中期待的眼神，拿起了话筒。我叫薛伟，从今天起是这家工厂的技术总监。我在这里只宣布3条新规定：第一，尊重技术，尊重专业，任何行政命令都不得干涉正常的技术流程；第二，奖惩分明，唯才是举。从今以后，所有人的绩效、奖金、升迁只与你们的能力和奉献挂钩，与关系和马屁无关。第三，能者上，庸者下。我会建立最严格的技术考核和岗位评估体系。混日子的人，请你离开；有真本事的人，我会给你最好的待遇和最大的舞台。我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台下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